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经典并且传统的糖醋排骨。做糖醋排骨，很多朋友都觉得要油炸太麻烦。今天我们做的这种做法是不用油炸，并且也不放番茄酱，只用糖、醋、盐这3种调料，做出最经典、最传统的糖醋排骨。排骨的话，尽量把它宰来小一点。宰好的骨头冷水下锅，姜葱、料酒，先焯水去除它的血水。焯开过后，把这些浮沫全部打掉，其实它就是血泡。再煮个3分钟，捞出来冲洗一次。香料准备一点：八卦、大料、香叶、桂皮、葱节、姜片、干辣椒。首先第一步，锅内来一点95号的植物油，7成油温的时候下入排骨，先用大火给它煸炒，把排骨炒香，一定要煸炒久一点，把排骨炒黄、炒香，不然这个糖醋排骨吃起来就没有酥烂的口感。这个排骨全部炒至金黄酥香，把香料放进去一起炒一下，这样子香味才够浓郁。稍有煸炒过后，现在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炒排骨的油留在锅里面，下入糖，用小火先炒成糖色。糖已经开始变色了，现在是微微的黄色，再炒一会儿让它变成红色，这样子开始不断的鼓大盆就成红色了。排骨给它继续倒进去，和断上色。现在的新式做法都会加一点番茄酱，这样子的话做出来颜色会更好看。烹入一勺料酒，收1分钟过后加入水，调味一点毛盐，要想甜放点盐嘛。再额外来2大勺糖，其实最好是用冰糖。刚开始放的糖已经炒成了糖色，它没什么甜味了，这次放的糖才是增加甜味的。烧开过后转入高压锅中，用高压锅烧的话就快一点。其实最好还是用铁锅小火慢慢的收，盖上盖子，上气过后用小火压8分钟就可以。刚才收到一条短信，说我之前办的卡在审核，我才想起我前几天被忽悠了。在成都那个宽窄巷子嘛，有一个银行说申请信用卡的话送一个箱子，我当时想着嘛，看见那个箱子还可以，比较大一个的，他说申请了之后就送，结果我资料和我都填完了，提交了之后没有送，他说我的卡要审核就不能送，除非是那种秒批的才送。现在我才想起这个事情了，回过神来，我发现我是不是被忽悠了？那个办卡肯定是要审核的，不可能你一提交马上就给你下卡了。我应该是被忽悠了。到时候到了给他注销掉就好了，不开，反正他也别想拿这个提成。压好过后，把它倒回锅中，再用筷子把里面的香料全部剪掉，避免影响最终成菜嘛。放辣椒不是增加辣味的哈，只是去腥压抑的。现在转大火给它收汁，把汤汁收浓稠，把颜色收红亮。汤汁收至非常的浓稠，颜色也很漂亮。最后放上陈醋，传统的糖醋排骨都是陈醋。放了陈醋，虽然颜色它会暗一点，但是这个香味会比白醋还有红醋香得多。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看起来满满的都是食欲。做糖醋排骨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一定要宰来这种小块小块的，看起来才巴适。最后撒上几块炒熟的白芝麻就可以了。非常好吃的糖醋排骨就做好了，蒸子做出来色泽红亮，排骨酸甜并且酥烂，口口都是酥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其实糖醋排骨它是一道凉菜，它不是这样子炒好就吃的，它是热制冷吃，就是等它冷却之后再给它装盘上桌吃。
但是呢，我先帮大家尝一下嘛，管它冷的热的。哇，各位，这骨头就要咬两下，里面都是酸酸甜甜的。糖醋排骨它吃起来口感是酸甜酥烂，红烧排骨的话是软烂。这个酥烂这种酥香，跟那个红烧的完全是两种风味。巴适。如果宰这个排骨刀工不好的朋友，一定要叫年轻老板娘给你宰小一点哦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好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。我记得10多年前啊，在成都，可能就这里的半份，用很小一个碟子这样子装一碟，就是28块钱。现在吃一份糖醋排骨的话，毕竟物价涨了这么多，都不知道多少钱呢。一般像这种凉菜，他就拿一个很小的碟子给你装几坨就是了哈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够了，我要煮点饭吃了。我是小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对，这个季节吃紫姜绝对没有错。现在紫姜也很相应了，这种只要5块钱一斤，品质还比较好。先给它反复的清洗干净。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比四川泡菜还要开胃爽口的饭前小菜，并且是人人都会做、人人都能够学会的做法。清洗干净的紫姜切成小片，厚薄的话就是尽量切来薄一点，这样子可以减少它的辣度，吃起来更加的脆爽。紫姜的话，好像很多地方都没有卖吧，比如在老板他们江西。他说就没有这个紫姜，切到边上这种不好切了，我们就要用片的方法了。加一点盐，下手码匀，先腌制20分钟的时间，把紫姜腌熟，把水分给它腌出来。趁这个时候，我悄悄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是不是这个女人都喜欢出去水？我们不是前2天刚刚从成都回来吗？老板他说他又想去成都水了，我勒个天呐，去外面水简直是受罪，你们不知道，又热又累，我就一点都不想出去，就想在家里面，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的视频，吹吹空调，这种日子真叫舒服。老板问我为什么每一次老是捂得严严实实啊？这可能是个人习惯啊，我是喜欢这样子捂得严严实实的，看起来才比较，就是正装一点。这里还买了一点这个2荆条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们准备拿来做剁椒。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吃辣椒的季节哦，然后非常的漂亮。四川本地2荆条。我看到董事长起床了，手里面拿个东西。哦，原来你要吃早餐了吗？这个是进口的泡面。主要是尝一下味道嘛，他没吃过。我儿子说他们学校有一个暑假作业，就是要学会一道菜，必须，并且是必须。你们说我教他一道什么菜？他说想学一个炝炒空心菜，比较简单的。大家有没有什么，比如想让他学的菜，比较简单的？姜已经腌制好了，给它加入清水，用清水再洗一下。主要是会把它的寒味洗去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变得非常软了。捞出来的时候把水分捏一下。现在加入倍糖，一般情况下1斤紫姜加个50到60克倍糖。陈醋，醋一般情况下是1比1，但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来，比如你不喜欢吃很酸的朋友，给它拌转，把糖全部都要腌制化。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朋友，还可以切几片柠檬进去，增加一个那种柠檬的酸香。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。今天中午就吃我们的姜和这个虾，虾是老板炒的，用火锅底料炒的麻辣味的活虾。姜已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，现在装盘就可以。这个做一次不能放太久啊，最多冷藏就是2到3天就可以了。太久了会有消炎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因为这个做起来简单，想吃随时都可以做。
非常美味的糖醋子姜就做好了。这种小菜饭前来上2口，真的是爽口开胃又下饭，也可以用来早餐下稀饭，也是非常的巴适。做起来又简单，人人都能学会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搞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忙碌了半天之后，啥都不想干了，吃饭都感觉不想吃了。我想吃。哇，这个姜冰镇了一下的，冷藏过的糖醋，好嫩，带着一点点姜的本味啊，就是有点点微微的辣，好吃吧？啊？吃这种小菜，你看不用剥壳。哎呀。那谁给我舀的饭？你给我舀的吗？我没有。这个饭已经按过，起码按过3次了。还按过4次嘞。哼。洗个手。哎呀，吃点虾看看。好吃。还可以。好爽个。冰爽了。不冰。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。冰。阿姨。冰。不冰。所谓冬吃萝卜夏吃姜。一天不会慌。只有你才一天到晚慌得不得了。